孔家孔明哲，求见江北尊前辈。陆老，江峰，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哈，我知道了，你们一定是来拉拢那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吧？我说夏大人就是夏大人，您这一身可真符合您的气质。只不过你这低微的身份，再怎么献殷勤，别人都不会拿正眼看你一眼。倒是陆老，别怪晚辈说话轻狂，您这一把岁数了还玩这一套，就不怕说出去丢陆家的脸？放肆！孔家小儿，你可知道你在跟谁说话？我知道，陆家家主嘛。看在您一把岁数的份上，尊称您一声陆老。要是我不客气的话呀，我好心的提醒你一句，陆家已经是过去式，我孔家已经拜见这别墅后面的大人物作为靠山，家父更会设宴拜江北尊为师。到时候在这江城，是你陆家说了算，还是我孔家说了算？你父亲精心谋划多年，不惜以假死来引人耳目，如今也是坐不住了。哼，北尊出事，家父自然会拔得头筹，请他出山。只不过陆老，您真是老糊涂了，整天围着一个柳家赘婿团团转，这小孩分明是江湖骗子，只有你一人蒙在鼓里。哼，算了，我还有要事要做，赶紧让道。孔家孔明哲，奉家父之命，特送拜师帖。家父孔天海设点拜前辈为师，望前辈百忙之中到场坐镇。孔家大典，望前辈大驾光临。区区赘婿，也敢混入前辈的院子，哼，简直可笑。待后日他到了大典之上，发现江北尊其实就是江峰前辈您，不知会作何感想？姐夫，江峰，你送也送到了，车上等着去吧，别给我们柳家丢人现眼了。妈，江峰是我的丈夫，他为什么不能进去？你丈夫？今日之后，孔少才是你丈夫，我们柳家和孔家才算是真正的一家人。江峰算什么东西，也配出现在这么顶流的大典？就不怕他拉低别人的档次吗？啊，江峰，你要是想进去也可以，但前提是你拿得出邀请函，否则恕我不能放心。这次大典就是我们柳家负责操办的，难道多的一张邀请函都没有吗？啊，你说给就给啊！哎呀妈！一会儿叫人家看见一个赘婿也能入场，不定怎么笑话我们柳家呢。再说了，这种大场合，江峰，你不配进去。可是，江峰，今天到场的都是江城有头有脸的大人物，你在这等着确实不雅，还是另寻他处。你们可真是太有趣了。江峰，我说你该不会一会儿想着偷偷从哪儿溜进去吧？我可以告诉你，这次的大典安保极其严格，我劝你不要自取其辱。这样吧，等大典结束，众人散去，你跟着保洁进去好好打扫卫生，
开开眼界，也算没白来。刘晴天，我怕今日之后你会追悔莫及。追悔莫及？江峰，你脑子有问题吧？孔家今日要拜师的事情，整个江城谁不知道？今日之后，孔少成为江城第一大少不在话下，而我柳家自然是能得到很多好处。如果有幸我能跟那位大人物说上几句话，说不定我还能得到对方的赏识。我柳晴天就是你这辈子都无法企及的存在，听明白了吗？自然是听明白了。那我就恭喜柳大少爷一切顺利。江先生，请。江先生，穆总今日竟然也来了。孔家家主孔天海欲拜江先生为师，乃是今日江城风头最盛的大事，又怎么能少得了我穆和堂呢？只是依然没想到江先生与孔家竟有如此渊源呢。渊源的确有，而且是很多年前的事了。江先生，今日是您的大日子，不如就由嫣然等人伴您左右吧。看得出来，这孔家是用心了。倒也正常啊，以江大师的身份地位，孔家必然是会顺杆往上爬。也就是孔家最先反应过来了，其他人有心拉拢，也没有孔家的实力。不过江大师，恕老夫多嘴说一句，孔天海此人颇为邪性，你要是收他为徒，平日还需多加留意才是啊。我何时说过我会让他拜我为师啊？哦，那您这是何意？我来灭族。我当是何人在此妄言，原来是陆老亲临，真是抱歉啊！我最近太忙了，把您都给忘了，连张邀请函都没给您送。是吗？或许是故意而为之，也不一定吧。孔天海，当年你跪在我陆家大门外拜师求学，我爷爷看你可怜，好心教你。你出山后转头就自立门户也就罢了，如今还想从我陆家身上啃下来一块肉，说你是白眼狼，一点错都没有。天海啊，不好意思啊，红龄年幼，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呀。无妨，待会儿有机会，我会请江北孙大人教导红龄一二。哎呦，孔家主，您总算来了。爸，这是陈飞的母亲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原来是亲家，犬子不才，以后还请多多担待。哪里，要说起来，还是我们柳家高攀孔家了。没错，我们柳家上上下下对令公子都一致看好。今天过后，陈妃嫁过去，还得是您多担待才是。对，我们柳家能和您喜结连理，真是几世修来的福气呀！是啊，你别瞎说，我是绝对不可能改嫁孔家的。你给我住口！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我看你是欠收拾了。住手！欺负一个弱女子，这就是你们世家的作风吗？江峰，你真是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私自溜进大典现场！抱歉，这是我的失职，我这就派人把他赶出去。你们擅自将婚事定夺，可有想过陈妃的意见？可有问过我的意见？你的意见？哼，你一个赘婿，你配有什么意见？就是，你有什么地位？大典门口养的一条狗都比你强。
他是何人？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柳家赘婿，屡次坏我好事。要不是今天看在江北尊前辈的大典份上，我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自幼我就教导过你多次，遇事当不择手段。这个赘婿结束后找人处理掉就好了。是。江峰，不是我有意的为难你，就这种地方，压根儿就不是你该来的。看见了吗？这个就是万年雪莲，历来的成交价就没有低过8000万，而且有价无市，极其难寻。这就是我等送给北尊的见面礼，也就是我柳家的诚意。万年雪莲，柳家可真是下血本了呀！看来柳家举全族之力，不惜掏空家底，也要赢得北尊的一丝好感了。燕都皇家到！燕都来的，这什么情况？燕都可是圣地，这皇家更是顶流中的顶流。此次大典，连他们都惊动了。看来江城这次大典背后的关注势力，远比预想的要多呀。来得正好。不知黄管家大驾有事远迎啊？你就是孔天海，我听说过你，倒称得上是个人物。即便是在我们燕都，也勉强够跃入一流层次。黄管家谬赞。那个江北尊人何在？稍安勿躁，江北尊前辈即将出席。诸位，是时候请江北尊前辈登台了。江城孔天海怀一颗求学问道的赤子之心，赠家传至宝海玄剑，恳请江前辈登台，请拜师一试。请江北尊登台，请江北尊登台。陈飞，你不用管。莫非江前辈还未到？这不可能，前辈早已入住龙庭山庄，此时一定在场。至于他为何迟迟不愿登台，只怕是因为……尔等好大的胆子！江前辈登台在即，竟敢不敬！在场之人，唯有远道而来的黄管家可不贵。你们陆家，莫非对前辈心有不服？天海呀，你这么虚有的罪名，老夫可是担待不起啊！拜江北尊有何不可？红绫，归，请江北尊登台。陆老所言极是，木禾堂全员拜北尊，请江北尊登台。年轻人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，还不速速跪下！若是扰乱了仪式，我拿你祭天。等江前辈登台之后，我定当众拧下你这颗脑袋，以平息前辈心头不满。是吗？请江北尊登台。
请江北尊登台。你们不是要拜见江北尊吗？我便是江北尊。现在，谁第一个来？毛头小子，简直找死！我成全你。成全你！这怎么可能？孔家主乃江城数一数二的地邪武者，让个赘婿一招就制服了。爸，我只是10年未曾出手，才一时让这小子占了上风。江北尊那般修为的人，至少也是花甲。这江家余孽现在变得如此之强，我得尽快确认他的实力，回禀少主。诸位，随我将此子当场格杀，敬以北尊。慢着，孔家主，如若是让这一群武者同时攻击这个年轻人，恐怕遭人诟病吧。此人既然说他就是江北尊，我这儿有个法宝，一试便知。这是好手段啊！王管家，这可是天阴钟。传闻此乃天外玄铁所制，坚不可摧，纵使天阶武者也无法撼动分毫。全力一击，才冥响2声。哼，与其打打杀杀，不如让这年轻人一试，适合修为，一试便知。江峰，此钟可并非寻常之钟，你只要让此钟鸣一声，就算你过关。你不是自称江北尊吗？来嘛，让大家开开眼界。居中自正，使得一声鸣。尔等蝼蚁，也配对本座指手画脚，高谈阔论？大言不惭！别以为你偷袭得手，打了我家主一个出其不意，我等就会怕你。哼！诸位，看我如何降服他！多嘴！恭迎北尊。鸣1声为大师，鸣2声为宗师，这鸣5声。妈，快跪下！江峰确实就是江北尊，他不再是我们家那个小赘婿了。我们看错人了。记得转告一声，
就说燕都江家少主未忘当年。这到底是姐夫还是江北尊啊？我看大家都跪了，我们是跪还是不跪啊？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一个柳家赘婿，要什么没什么，你怎么可能会是江北尊？这一定是你们骗我的把戏，这不可能！爸，你怎么？住口！之前不知前辈真容多有得罪，还请前辈恕罪啊！孔天海，就算你儿子今天没有招惹我，我亦不会收你为徒。你们父子二人在江城无恶不作，为祸四方，我又怎么会和你们这样的人为伍？3年前，孔家设计毒害，将我抛尸荒野。若不是我留有一口气尚存，恐怕早就不在这个世上。陈飞亦会成为你们孔家随意拿捏的囊中之物。可笑的是，你竟还有脸来拜我为师。3年前，快点快点，好了没有？哎，死得透透的了，少主，以后没人再敢和你抢陈飞小姐了。我明白了，原来3年前江枫根本不是失踪逃跑，而是被孔家毒害了。姐，我们一直错怪他了。今日大典，以孔家之血温酒祭旗。误会，一切都是误会啊！对于此事，孔某浑然不知啊！一切都是这个逆子所为。我现在就将他交给北尊，是生是死，都由您来决定。只求放过我吧。好一出精彩的戏码！为了给自己谋后路，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能舍弃，虎毒还不食子。你这样的人，对于江城而言，算不算得上是祸害？这样吧，议程，既然你已经贴下是留是走，随你请便。爸，你没事吧？爸，你没事吧？爸，滚走！江前辈，就这么放孔家人走了吗？陈飞还在，不能太血腥。今日之后，江城再无孔家。陈飞，你不是说过不会再欺骗我吗？燕都少主，江北尊，我应该怎么称呼你？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情是我不知道的？陈飞，你别碰我！我一时之间难以接受，让我慢慢消化一下。江北尊先生，抱歉。陈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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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尝尝。好香啊！姐夫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你快告诉我，你怎么会是江北尊啊？江北尊前辈，您现在已经名满江城了，
又何必委屈在我这个区区二流世家里洗手做这个汤？柔柔，赶紧吃吧，这顿吃完，以后就没得吃了。陈飞，姐，那我可真吃了。呀，你这孩子呀，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呢？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妈，起来！这是我做的。现在北尊呀是咱们家的一家之主，你们没看见吗？现在外面排着长队来巴结咱们呢，这呀都是我这好女婿的功劳。这一家之主自然是要先动筷子的，哪有你先吃的道理？贤婿，你说是吧？北尊，这味道怎么样啊？如果这种家常小菜不合您的口味，我立刻打电话给松鹤楼，让他们派5星级的厨师来。我跟你说，他们的镇店之菜，那个玉龙筋呐，那个味道，我不说了。陈飞，还在这坐着干嘛？继续弄2菜。今晚上我跟妹夫不醉不休。好好好，我想起来了，老爷子呢还有一瓶藏了50多年的好酒，哎呀，我去给他拿了。姐，消消气，消消气。对不起，我有些失态了。我现在是应该叫你江风、江北尊，还是燕都少主？我真的已经分不清楚了。你究竟还有多少事情是我不知道的？比起现在，我宁愿你是以前那个江风，至少不会让我觉得陌生。陈飞，不管我是谁，你都是我的妻子。我只想做好你的丈夫。这几年我也是有苦衷的。对呀，姐，今儿在拜师大典上，咱们不也才知道，这3年姐夫也不是平白无故失踪的，他肯定有很多苦衷。不是3年，陈飞，是整整1000年。这1000年，那我走啊。有什么事儿就在这说吧。说吧。孔天海死了。什么？孔天海作为老牌高手，怎么会突然暴毙？昨日在大典上，我虽出了一拳，但不至于死，勉强可供他承受痛苦，在苟延残喘一段时间。这么说来，孔天海是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被人所害了。没错，而且杀孔天海的人，您肯定不知道是谁。谁？孔明哲。孔明，确有此事。现在孔家倒了，孔明哲则是下落不明，十有八九是跑路了。哎呦喂，真是没想到啊！这孔明哲如此的心狠手辣，哎呀，连他的亲爹他都敢害死啊！哎呀妈，我早给您说过了，这姓孔的心狠手辣，你现在算是知道了吧？这倒是让我有些意外。孔天海纵横此生，到死恐怕都没有想到，居然死在自己儿子手里。当爹的要献祭儿子，儿子要弑父，倒称得上一句父慈子孝。还有一件事儿非常棘手，有消息称燕都皇家正率1众门徒落地江城，要来拜见您。
燕都皇家，他们终于按捺不住了。江枫，当年燕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当年，皇家少主黄天纵以我妹妹作为炉鼎，助她修为。在争斗中，我失手将黄天纵捅伤。为了躲避皇家，我母亲偷偷将我送至江城，隐姓埋名，苟且偷生。但我江家惨遭灭门，我与皇家不共戴天。爷爷，爷爷，当年甲子之战，江家惨遭毒害。曾经兴盛一时的燕都江家，如今就只剩下江枫一根独苗了。没想到，曾经燕都盛极一时的商界巨贾江家，就这么陨落了。江哥，您现在是权势滔天，何不重返燕都，再立新业？这样好了，以您的名声加上我的能力，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收割财富。我们很熟吗？哎呀，你看看，我们柳家在江城，今日好不容易兴盛，这能躲的麻烦，咱就躲了吧。贤婿，您说呢？仙子，北尊之名已传遍天下，这正是一举拿下燕都的大好时机啊！北尊，若你想踏平燕都，我愿做你的左右手。下决定吧。都住口！给小将和陈飞留点空间吧。没想到之前姐夫背负了这么多，我以前真不该那样对他的。姐，你就别抱怨姐夫瞒着你了。陈飞，你就原谅我吧。求。滚！都给我滚！爸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你还有脸问我？都怪你这个小畜生，将我孔家大业毁于一旦。若不是你，我统一江城的计划怎么会失败？老夫恨不得生吞你皮，活剥你骨。凭什么是我？谁会知道江枫是江北村？谁又知道那群废物连个人都做不掉？否则怎么会有今日？你哪次不是教训这个教训那个？哪次不把我骂个狗血淋头？你但凡有考虑过一点我的感受吗？你个狗东西，还敢顶嘴！晚了，说什么都晚了。你给我去登门负荆请罪，说不定还有周旋的余地。不然，等那江北尊彻底发难下来，只怕我自身都难保。
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扶我坐下！没有眼力劲儿的畜生！我也是不择手段。这是你救我的。爸！什么人？不错，如此心性，适合为我办事。黄管家，你刚才可都看见了，是他逼我的。要不是他逼我去送死，我怎么可能会？你错了，逼你的不是他，是江枫，江北尊。你们想说什么？这位是我黄家的少主黄天纵，少主此次来江城，是专程来帮你的。你们为何？我现在可什么都没有了。不，你错了，不是我要帮你，而是你这条丧家之犬，还有那么一点利用价值，仅此而已。你可知道江枫江北尊是何身份啊？柳家赘婿，江城谁人不知？柳家赘婿，那只是他当年为了活命的权宜之计。江枫的真实身份是燕都江家少主，当年甲子之战的一条漏网之鱼。我们做个交易，你不是想报仇吗？我给你这个机会。江枫，一个背弃师门、一声不响就消失3年的人，有什么资格在起誓？我又凭什么再相信你？你不是说过不会再欺骗我吗？燕都少主，江北尊，我应该怎么称呼？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情是我不知道的？陈飞，过去的事情，我不想你跟着担心。最近发生了太多事情，我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。为什么你一个人受了那么多的委屈却不说？为什么要一个人承受那些？江家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说出来只会让你徒增烦恼。北尊一事说来话长，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你，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而且燕都这件往事，我不想你跟柳家牵扯进来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希望你把曾经的事情都告诉我。难道你认为你得罪了燕都第一世家的黄家，我就会因此不要你吗？如果你真的这么想，就太错认我柳晨飞的为人了。陈飞，谢谢你。那些事情是
是我误会你了。我现在在想另外一件事，你如今的身份和地位，我确实不知道应该以什么样的面貌跟你相处。你给我一些时间，可以吗？好。燕都皇家携3位天阶宗师，100名地阶巅峰抵达江城，望阁下明日赴约，进行演武。江峰，怎么办？没事。找死！皇室打着拜会您的旗号，约你在演武场比武。这说是比武，却让3位大宗师悉数出动，是暗藏杀机呀！没错，目前此事，整个江城乃至燕都都已经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光是前来观战的武者就已经涌满江城，再加之前辈您跟皇家的往年旧事，恐怕明日你不得不出战了。似乎世人都等着他黄天纵兵临城下的盛举，见证演武场上踩着我的尸骨问鼎天下才合情合理。莫非各位就不怕殃及池鱼？覆巢之下安有完卵？以皇室心狠手辣之作风，江先生若败，我等只怕也是难逃厄运。因此明日一战，江先生若有任何需求，木和堂绝无二话。陆家亦是如此。江先生，明日若真有一战，红绫愿为先锋。我与皇室有多年的恩怨，诸位不必插手。明日之战定不会在演武场，你们不必前去了。该算总账，黄天纵。少主家境殷实，天资聪慧，确人严于律己，勤奋有加。与您相比，明哲前半生只顾玩乐，实属惭愧。想要登上山顶，只有一条路，那就是比所有人都要多付出努力的那条路。你以为燕都第一世家少主这么好当？少主教育的是明哲，受用忠臣。对了，此次虽然有3大宗师坐镇，但如今的江峰实力强劲，以免万一，还需准备毕生之法才是。哦，说来听听。少主有所不知，那江峰最大的软肋，便是他的妻子柳晨飞。好，此事就交给你去办。若明天能斩草除根，我尽力投狗。好。姚青天，有没有兴趣做一笔交易？晴天兄，怎么这么着急啊？带走！江北尊，不曾想当年逃出燕都的那个江家余孽，如今摇身一变成了人人敬仰的北尊。世事无常啊！只不过我没想到，你还敢来送死。我若是不来，你又如何入黄泉？狂妄！江北尊，老夫听说你修得一身雷法，今日我们3位倒想领教一二。就凭尔等，
还远远谈不上清教。找死！请吧。入定。我等竟会落入属于那江北尊小儿的幻境。此地是何处？灵气重北，莫非是仙界？那光是远远随意一眼，所造成碎崖便这般恐怖。怎么会这样？无论如何，没有人能活着从血幽幻境里走出来。江枫，我要让你后悔活着来到这个世界上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您把江枫怎么了？少主，人已带到。很好，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。少主，能器重属下是属下的荣幸，只要您一声令下，在下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好，那我便用尽你身上最后一点价值，如何？啊？最后一点价值，就是用你的身体拿开血幽幻境。这是哪里啊？你就是我给那个姓江的一份大礼。江枫，你怎么样了？江枫，江枫！别进去！此乃400年前，古代10位宗师合炼的血幽幻境，没想到如此近我，却落入皇室的手中。一旦进去，绝无可能再走出来。你好像在抖，让我猜猜，你很害怕？这份大礼是不是很残忍？毕竟他只有杀了你，才能从幻境里走出。你有没有做好亲眼看着那个爱你的人亲手杀死你的准备？啊？对，我是很害怕。我是怕江枫他不忍心动手杀了我。江枫，江枫，你快动手啊！江枫，江北尊，我很好奇，你究竟会怎么选？江枫，陈飞别担心，我修炼1000年，这次回来，就是想做你的江枫。什么修为、仙体、江北尊，我都不在乎。进来！错！不好，他要强行破开幻境。不可能，镜中人无法强迫幻境，这是公认的事实。难道说，前辈，
算以浑身的修为作为代价，凭一人之力徒手开天。为了一个女人，你要放弃所有修为，你怎么敢？江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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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停下！江枫，江枫，江枫，如果真的牺牲我才可以，那我心甘情愿。这段时间，我认清楚了你的真心，也认清了自己的内心。江枫，快停！江枫，快停下！我们一定有其他办法的。江枫，陈飞，陈飞，陈飞！这9级限地，我不做了。乾坤一定！江枫，江枫。黄天宗，你败了！你别过来！你这个疯子！你就是个疯子！你别过来！我告诉你，我才是堂堂天下第一世家少主，我才是天下统一所有修行者的新王！我告诉你，我才是那个王！我才是那个王！你怎么可能出来？我才是这个世界的王！你不可能出来！你根本不可能出来！胜负一分。没事。江枫，陈飞，现在我回来了，没有什么江北尊，没有什么9级限地，只有你的丈夫江枫。男人跟着老婆来江城最豪华的顶级庄园参加同学聚会，没想到刚一见面便受到了老婆闺蜜的特殊照顾。我们这些老同学谁不知道柳家有个倒插门女婿，如果真有什么能耐的话，也不会这样看人家脸色吧。然而就是女人这么不经意的一句话，会让她在之后付出沉重的代价。等来到包间后，闺蜜看到小霍衣服上未摘的吊牌，再次得意起来。你说这西装不合适就算了，怎么吊牌也没摘啊？是不是一会儿吃完饭还得给人家还回去？不会是为了这场聚会临时租的衣服吧？啊！眼见同学们都在借机嘲讽自己，女人也只能忍气吞声。随后更是有人当众提出让男人去他们公司当保安。面对这帮土豪的挑衅，男人并没有过多解释。此时嚣张的富二代更是装了起来。大家今天啊，尽管喝，全场的消费都由我陶某买单。真羡慕海清有这么厉害的未婚夫啊！陈飞，这道珊瑚银鱼是这里的招牌菜，你尝尝。还是让大家先点吧。这招牌菜都着急点上了，来的目的很明确嘛。蹭婚礼酒席的我见过，这蹭妻子同学聚会的，我还真是头一次见。一顿饭罢了，何须蹭一样？只要陈飞想，聚仙一品没有他吃不了的东西。那我们就却之不恭了啊！waiter， 给我们按照18.8万的标准上菜。听到这个数字，女人急忙递给了小霍一张银行卡，而这一幕还是被同学们瞧见。闹这么半天，最后破费的还是柳小姐啊！哎呀，
果真是个上门的赘婿啊。随后，男人更是提出，今天所有的消费他可以帮小伙分担一下，但绝不得用女人的钱。敢不敢？没兴趣。怎么？怕了？说白了，无非就是怂呗，怕是兜里啊连个1000把块都拿不出来。好啊，那就陪你们玩玩。振飞，点菜。你怎么还像以前那样意气用事？没事。好 ，waiter 去，告诉厨师，给我们用最顶级的食材，我愿意出5倍的价格。所有的菜品给我们上2份，1份吃，1份放着看。铺张浪费不太妥吧？点不起就说点不起，扯什么浪费粮食？郝总，我个人有义务提醒，聚贤一品不提倡浪费，太过的话可能会被撤销 VIP 资格。您要是有雅兴的话，聚贤一品今夜拍卖会专场诚邀您来参加。哼，好吧，既然如此，大家又兴致正浓，那咱们不妨饭后换个玩法，拍卖，如何？奉陪到底。此时，男人已经膨胀到无法自拔，打心底里确认小伙就是个废物穷鬼，但他怎么可能想到，这次他惹了不该惹的人。而一进会场，几乎所有人都开始对陶总阿谀奉承，毕竟如此高级的拍卖会，放在平常，他们根本没机会参加。各位，这瓶亨利罗曼尼干红是我们今晚的压轴拍品，起拍价100万，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万。各位，请出价。咱们赚钱也不容易。哎呀，放心。要不了几轮，他肯定会落荒而逃的。然而，当陶总喊出110万时，男人直接报出了200万。毛都没长齐的小子，也学着别人拍卖，你有这实力吗？有意义，有趣，着实的有趣啊！你来的时候，难道不打听打听这聚贤一品是谁的产业？是谁在我聚贤一品闹事？冷宫弃妃被刺客威胁合作谋杀皇上，为了活命，苏秦只能假意答应，因此不得不谎称爱慕权势滔天的王爷。只要皇帝死了，我便能跟他双宿双飞。殊不知眼前的刺客就是宁安王。更加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自己的这句谎言也让陆环动了心。他本是权倾朝野的王爷，可自从母妃死后，就被迫卷入了皇权争斗，不仅被皇帝忌惮，还被太后视为眼中钉，被人刺杀已经成了家常便饭。为了保全自己，他不得不开始伪装。可直到他遇到有测谎功能的苏秦，无论他说出什么谎言，他都能一语道破他内心的真实想法。这种不用伪装的感觉让他很喜欢。而陆环的威胁也让苏秦陷入两难。要知道，谋杀皇帝可是杀头的大罪。于是他收拾好所有的金银财宝，准备跑路。然而没想到，在逃跑途中撞破了皇上的命。别走，朕不能没有你。朕为了你，可以放弃天下的一切。你为何对朕如此狠心啊？你是皇上，注定要有3宫6院。哪怕你对我再宠爱万千，也注定是其他妃嫔的枕边人。就因为朕是皇上，就不配和心爱的人相守吗？呸！苏秦没想到自己如此倒霉，竟被正在谈恋爱的皇上现场抓包。好在皇帝是个妥妥的恋爱脑，不但没有追究他逃跑一事，还让他去给自己的白月光小宫女做闺蜜。苏秦为了保命，只能狗腿的表示乐意之至。本以为此事就此翻篇，殊不知皇帝是扮猪吃老虎，怀疑苏秦逃跑一事和之前自己被人刺杀一事有关，于是决定用苏秦做诱饵，当即命全公公去冷宫宣旨，恢复了苏秦贵嫔的待遇。苏秦顿时欲哭无泪，这一下他想逃出皇宫更是难上加难。这宫走是晚上，陆环再次来找苏秦。苏秦为了活命，于是劝陆环改邪归正，不要再刺杀皇上，还答应为他谋一份差事，让他可以重新开始新生活。然而他的举动却让陆环误会，他是担心他的安危，同时也让陆环开始沦陷在这段感情里。殊不知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皇帝看在眼里，于是皇帝决定利用苏秦来探清陆环的虚实。为了掩人耳目，他叫来苏秦，说出了自己的英雄救美计划。朕先假装把春妃赶出宫，然后呢，在半路上找人假冒劫匪，把他给抓了。最后，朕只身前往，着一身白衣，单枪匹马，救出我的纯儿。然后又以为了纯妃的安危为由，让苏秦也一起出宫保护纯妃。苏秦不想掺和，但无奈皇帝给的实在太多，于是他也只能答应做他们的爱情保镖。但是他也因此很快想到了一个一石二鸟之计，决定利用这次出宫的机会假死逃出宫。然而没想到他们出宫后却一直没有遇到皇帝命人假扮的劫匪，于是只能一人前去寻找。
不料却凑巧遇到4个迷路的大海，误以为他们是皇帝派来的，没想太多的他直接将他们带到了纯妃面前。不料这些人是全公公派来杀他们的贞洁匪。他们是什么人啊？他们是山你怎么打我打得这么狠？我回去看你的！哼，你当我哄你玩呢？好，上！我都忘了我会武功了。别动！哎，你再动我抹了他！没想到凡人只是轻轻挥出一掌，10几吨重的坦克300便停滞不前。而他之所以如此强大，都是因为的真实身份乃是传说中的9级先帝，横扫3界，举世无双。仅仅用了3招，便将拥有1000年修为的魔尊直接打得灰飞烟灭。所有人都以为小伙就此以后将一统仙界，但他却出人意料的耗费1000年修为，开启了仙界裂缝，准备逆转时空，重回1000年之前。原来当年彭家父少为了霸占陈妃，竟不惜将小伙迫害致死。然而谁也没想到，这一幕竟被路过的无极仙尊看到。只见他用手轻轻一点，小伙便直接悬浮在了仙尊面前。没想到这凡尘还有如此天赋异禀的好苗子。就这样，小伙被收入仙门，如今修行1000年，重回人间。如今他要做的就是改变这一切。算出今晚正是妻子自杀的日子时，于是便有了片头的那一幕。走投无路的女人准备以死明志，幸好男人及时赶到，这才让女人幸免于难。这一次，换我护你。护柳家。听到这，女人根本不信，毕竟在她心中，男人也只是个毫无背景、毫无实力的废物赘婿。然而，穿梭时空产生的天地异象，还是引起了江城大佬的注意。天地色变，这是高手问世的征兆。能引动如此动荡，此人实力恐怕远在我之上。再看小伙这边，实力确实非同一般。第一次见到陆家家主时，只是随便使出一招，速度之快，竟让两人毫无察觉。而之后看到镶在石头上的叶子后，直接惊呆了这位修行几十载的武林宗师。飞花摘叶，抬手杀人。身为江城最有权势的陆家家主，做梦都想不到自己苦心寻找的高人，竟然就是那位被柳家称为废物的赘婿。而柳家如今为了攀附豪门，主母竟不顾女儿的反对，要将他强行改嫁给孔家父少。如今更是怪他订婚前夜私自出逃，准备执行家法。幸好男人飞身前来，这才将他一把拦住。当发现是废物赘婿后，不仅当着他的面辱骂女儿是赔钱货，甚至提出让他和女儿离婚。一个吃软饭的废物，你和陈妃之间的距离那是天差地别。哼，也只有孔少这样的天之骄子才能配得上他。明天孔少就要上门提亲了，光是彩礼就准备了现金1000万。而你，江峰，你上上下下能拿得出1000块吗？主母做梦都想不到，眼前的男人早就不是他印象中的废物赘婿。等到了4日，当柳家弟弟得知自己的废物姐夫回来时，也是对他十分不屑。他这次回柳家，无非就想死皮赖脸的多捞点钱，有我在，他一个字也拿不成。而好戏也正式开始。孔家孔明哲携1000万礼金，5座矿山1订单，求娶柳家小姐，望柳家成全。之前是你略有略疏，之后你只要好好服侍本少会给你一一补回。你是不想要这只手，还是不想要这条命？一个赘婿敢恐吓我，我看你这气势，是不是还想打我？来来来，往这儿打！我还真想看看柳家养的这条丧家犬，它敢不敢咬人？陆家家主到。